陌生，走每段旅程。谁该被爱，谁该去恨，如何区分？眼前未必真，时间会作证。绕了一圈，不过想要内心的安稳。梦和醒哪个比真？哭和笑谁更残忍？我们说服自己，学会牺牲，对错却没有追问。以为该发生，却没有发生。等到想拥抱，怀抱已变冷。我们用力挣脱，渴望重生，最后把自己伤得最深。以为该结束，却继续放任。等到伤痕累累，才肯承认，发现离开是用转身，而忘记却要用尽一生。这是人生的必经过程。这个主管的位置，非例行莫属，没有人比他更适合。你为什么那么偏心？慧珊才是你亲生的女儿，她只不过是个养子，跟张家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谁告诉过你他跟张家没有任何关系？你给我听好，例行是我的亲生儿子。爸，你说什么？他是你亲生儿子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吗？我像是开玩笑吗？好，那你把话说清楚，他什么时候变成你亲生儿子？我怎么可能是你的亲生儿子啊？是你说的，我是在小时候被带回家的。没错啊，2岁多的时候我把你带回家，我为了留你在我身边，我欺骗了我的太太，我告诉她你是我好朋友的孩子，但是他们去世了。但是实际上，你是我和外面的女人所生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是我的亲生孩子，紫园上下，大家有目共睹，从来没有人会觉得你不是我的亲生孩子。什么亲生儿子，还不是野种一个？你们都给我听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准任何人再怀疑例行的身份。卓闪，要是谁再说例行不配当紫园的主管，谁就是跟我过不去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女儿，你继续开会，妈先走了。好了，没事，你们继续开会。进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。其实啊，不只是你了解爸，爸爸我也很了解你。为什么不说话？我们两父子一直以来不是无所不谈的吗？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我到现在都觉得很不真实。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养子，忽然之间跟我说是亲生儿子，一时间真的很难接受。那也是真的。那为什么你隐瞒了这么多年，现在才告诉我们？立行啊，我们两父子相依为命这么多年，这份感情远远超越了那层血缘关系。所以对我来说，你是不是我亲生的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
你和我心里面那种感觉，你说对吗？可是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妈妈一直说我是养子，不是亲生儿子？既然这个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了，就不要记在心里面，而且千万不要怪你妈妈。不会。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我的亲生母亲是谁啊？对不起啊，我真的有太多疑问了，我很想知道答案。好吧，立行，那我就告诉你，其实你的亲生母亲是我一个在外面逢场作戏的女人，在你2岁的时候，她就去世了。这么久才告诉你这个事情，你不会怪爸爸吧？这么多年来，你对我的好，我都感受得到。无论怎样，你都是我永远最尊敬的爸爸。无论怎么样，你一定要相信爸爸，爸爸永远站在你这边。起来呀，继续打！ Boss， 又不是在打世界杯，需要这么狠吗？上了战场就不能心软，既然目标已经锁定了，就不能再犹豫。来啊，继续啊！ Boss， 你去了紫园之后变得心事重重，那边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？我本来是想见王碧芝那个女人，搞得张家鸡犬不宁，没想到却发现另外一个秘密。厉行原来是张庆东的私生子。没想到这个张庆东这么风流，到处播种。 Uncle， 你对我的计划有什么意见吗 Well done， 一切就按照你的计划进行。钱方面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全力支持你。 ？Uncle， 一切顺利的话，几个月后，你就可以不费分文得到烹口那块地段。不愧是我的好女婿。事成之后，你过来加入 The Grand， 当我的接班人，别做律师了。 厉行，我到处找你啊，原来你在这里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这几盆植物不是很健康，我过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你怎么连这些工作都做了？不是应该员工做的吗？没关系，我都做习惯了。你的身份不一样了，不像以前那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如果我没猜错，你以前以为自己是养子，一定觉得很自卑。所以张先生给你的一切，你都特别感恩。既然现在已经搞清楚了，你就是张先生的亲生儿子，所以张先生给予你的一切，都是你应得的，而且可以得到更多。该有的我都有了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争的。最起码有一辆像样的车子啊！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介绍给你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有一辆货车了。以你现在身份，不应该开货车，要不然怎么追求女孩子？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没有追求的对象。你别再口是心非了，你根本就还没放下心呀。我知道你不想跟张先生争，你放心吧，张先生和新雅的关系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真的吗？你现在可以放胆去追求新雅，以你现在的身份，可以给新雅更多保障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果断的男人才有魅力，更能给女生安全感。还有，你要记住，你现在是庆鸿集团的未来接班人，不再是以前的张立行，所以你要更有架势，更有担当，新雅才会喜欢你。好了，我先走了，祝你好运。哎，你们都在这啊？
哦，俊峰哥。废话。我今天来有个好消息要带给你。Dr. Jones 答应过来替你检查，他下个礼拜就到新加坡了。这么快啊？Dr. Jones 不是很忙吗？要看诊至少要等半年以上的。他卖了我 uncle 一个人情，所以事情才会这么顺利的。俊峰哥啊，我真的可以重新站起来吗？ Dr. Jones 是这方面的权威，他说行就一定行，你要对他有信心。真的很谢谢你。谢什么啊？心灵就像我妹妹一样，我也希望她早日康复。新雅，你去哪里？去买饮料给俊峰喝啊。你需要对他那么好吗？他帮了我们那么多，对他好是应该的啊。心灵的手术那笔钱，他给的。不要问这么多。他会那么好死，肯定是有企图的。这世界上有很多人帮人家做好事是不求回报的。你骗小孩子啊！天底下哪有白吃的午餐？我只希望心灵重新站起来，这样我就很满足了。所以为了心灵，你什么都肯做。我是他姐姐，为他做一点小牺牲是应该的啊。都怪我没用。要是我像那个律师那么有用的话，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好啦，好哥哥，知道你很关心心灵，但是他的医药费用我负责，不用担心 ，OK？ 你怎么负责？你一个月做看护可以赚多少钱？你不想看到我做错事情，我看到你那么受委屈，我也很不爽嘞。我的事你不用管了，管好你自己就好了。喂，谢谢你帮我赚了一大笔钱，还安排 Dr. Jones 飞来新加坡。其实不止我一个人帮你，张先生也帮了你不少。如果不是他那5万块，心灵不可能可以动手术的。他对你那么好，你要小心王碧芝对你不利。他这个人一点都不简单。其实老板很清楚他的为人。自从他搬进来后，搞了很多小动作，但是老板不想让惠山难堪，所以就没有揭发他。你明白最好。你始终是外人。如果有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张先生一定会先顾及他的儿女，不会站在你这一边。你就是输在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所以你一定要为自己打算。那怎么打算？例行暗恋你很久了，你该不会不知道吧？我真的不知道哎。他暗恋你有一段时间了，只是他以为你跟张先生有特殊的关系，所以他一直不敢行动。你这么聪明，你应该知道，这是一个可以让你翻身的机会。只要把握机会，所有的烦恼都可以解决。只要你有钱，心灵就可以得到最好的医疗。只要有钱，你就不必看别人的脸色，被别人欺负。所以你是要我利用利息？你只猜对了一半。我有个很好的计划，可以让你轻轻松松赚到很多钱。那就要看你愿不愿意跟我合作。丽琴，怎么样？今天想吃什么？我去厨房给你准备。来，表叔啊，我觉得我们的菜单应该改一改。不是吧？我们餐厅来来去就只有几个人在做，只是勉强可以应付而已。你还要搞这么多花样，那不是要坐死我们？我们可以淘汰一些顾客不喜欢的菜色，设计新的。立行啊，我知道你想创新，想吸引顾客，可是有句话说，做生不如做熟，新的东西顾客未必能够接受。我去倒杯水给你啊。你现在是庆鸿集团的未来接班人，不再是以前的张立行，所以你要更有架势，更有担当，新雅才会喜欢你。表叔，我觉得无论如何，我们都需要改变。那你有什么好建议呢？现在的人很注重健康，我们可以跟有机农场合作，推出有机饮食。有机饮食 ，OK， 我想想看行不行得通。不用想了，就这么定了。2天之后我找你开会。
我先去忙了。强哥，什么事啊？我们的未来接班人呢、嫌我们的菜单没有创意，要我们设计新菜色。我跟他说做生不如做熟，他竟然跟我唱反调。真的吗？例行一向很听你的话的。以前我也以为他是好好先生，没什么大志。可是自从他知道自己是真命天子之后呢，整个人都变了。强哥，以后我们的日子不是很难过？例行再怎样变都好，至少要在紫园做了那么多年，当上老板也是应该的。倒是林子杰那个臭小子，竟然是张先生的亲生儿子。唉，那个臭小子也要回来了。你们说以后我们的日子还会好过吗？哎，碧芝姐，嘿嘿，今天怎么这么有空过来吃饭呢？哎，想吃点什么，我给你准备。啊，我不饿，有点事想找你商量。啊，有什么事请说。我刚才不小心听到你们说林子杰的事。我们只是开玩笑而已啦。放心，我也很讨厌那个混蛋。既然大家都那么不喜欢他，我们合作怎么样？慧珊，你的设计图我已经看了，有些细节需要修改一下。要修什么？你看啊，其实你设计的棋盘格子路很特别，只是我建议把鹅卵石换成红木地砖，这些草坪的部分可以保留，符合客户要求的风格。他们有3个精力充沛的小孩，所以我建议用一些经得起折腾的植物，比如竹子。还有这里，你看啊，这边的阳光照射非常强烈，有些植物肯定受不了。你注意这几点，修改过后就可以发给客户。要是他们同意了，我们就可以马上进行了。张先生，这是跟 The Grand 集团签署的合作协议书，你看看。这个项目涉及的款项庞大，你一定要看清一点。我只是法律顾问，不方便直接参与行政上的工作。张先生啊，我看你最好委任一位负责人。如果是10年前，我肯定是亲自出马。但是现在的我啊，没有这种魄力了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张先生啊，其实你已经妥善安排了，对不对？怎么说？你之前办那份绝世好工作，找回子女，除了让你享受天伦之乐之外，真正的目的，想要帮你找到继承人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这么了解我的心意，你猜猜看，我的接班人应该是谁？例行对花情有独钟，对其他业务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子杰入世未深，还没定性，要栽培他不是不可以，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。反而是常年在金融界的惠珊，最适合坐这个位置。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呢？你说呢？我也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。不过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知道我的选择是什么。你说爸突然要我们来这里开会，会是什么事啊？我也不清楚。爸，怎么突然叫我们过来这里啊？我们和 The Grand 已经达成协议，联手在这块地上发展一个医疗综合中心。爸，你想让我们也加入这个项目啊？我当然很想了，但是把你们都调走的话，那子源谁来负责？所以我心里面想哦，慧珊，我想把这个项目交给你，你有没有信心啊？当然有。那太好了。那如果把慧珊调走，园艺设计那边，你觉得你能应付吗？少了慧珊，肯定会比较吃力。那在你心目中有没有谁，你觉得能帮你的？我希望新雅过来帮我。
是我不像慧珊一样那么有设计天分哎，而且我对园艺设计真是一窍不通。虽然你说园艺设计方面你不太懂，但是在行政方面，如果你真的能帮立行的话，立行绝对可以减轻很多负担。你觉得呢？那就 OK 了。好，那就这么决定。欢迎加入。陈慧珊，你们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别再去想了。你一定要把它从你的记忆中删除掉，忘记过去，重新开始。我记得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样子，神采飞扬，信心满满。我一直都这样，从来没改变过。这么有信心啊！难怪张先生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，好好表现。你不用为我操心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希望你可以把过去的私人恩怨放下，好好合作。合作愉快。陈小姐 ，The Grand 的代表已经来了，请他们进来吧。嗨，我是 The Grand 总经理 Roy Wong。你好，陈慧珊。这位是刚加入我们发展部的经理 Tingo， 他将会负责这次的合作计划。Hello， 陈慧珊，合作愉快。Tim 哥，合作愉快。请坐。我真佩服你，竟然可以做到公私分明，完全不被感情左右。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 Tim 是 The Grand 派来的经理？你太看得起我了，我只不过是个律师。怎么会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？什么事啊？不好意思啊，车子抛锚了，不如我帮你叫德士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叫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怎么了？车子坏了？车子抛锚了。需要送你们一程吗？不用了，我叫了修车师傅。那你呢？谢了。
你应该还记得这个地方吧？每次想你的时候，我就一个人跑到这里。这里也是我们初吻的地方。你别以为我上了你的车就是给你机会。我现在跟你说清楚，我们最好公私分明。我不想我们过去的事影响到我的工作。魏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不可能的。魏珊，我是真心爱你的。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你的心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没资格说爱。我承认，以前是我做错了。你要我怎么做才肯原谅我？你说你对我是真心的，那好啊，你证明给我看。惠山，我回来了。你要的僵硬的纳西勒玛，朱雀的拉萨，沙巴王的米粉，牛顿的炒虾面，还有 Maxwell 的鸡饭。你要我在1个半小时内回来？你看，我只用了1个小时有27分钟。我去拿碗筷。你先坐起来吧，我看你满头大汗的。食物要趁热吃，我帮你准备吧。其实我吃饱了，我刚才太饿了，所以就煮了1碗面。唉，我们又买那么多食物怎么办呢？你也知道的，我最讨厌浪费食物。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吃，反正我很饿。那太好了，就不会浪费食物啊。对了，我记得你喜欢吃辣，我拿辣椒给你。可以吃啦。好。哎，够了。好吃。很不舒服啊？不会，还好。你还认得这对耳环吗？当然认得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第1份生日礼物。没想到你的记忆力那么好，就不知道你的眼力会不会一样好。喂，你有3分钟的时间，如果你找回这对耳环，我就考虑给你多1次机会。现在开始。回山，我找到了。外面太阳很晒，我拿伞给你吧。不用了，一小段路而已嘛。那好吧。谢谢。文件我帮你拿吧。这边。例行暗恋你很久了，你该不会不知道吧？
这是一个可以让你翻身的机会。只要把握机会，所有的烦恼都可以解决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能是第一次见客户，有点紧张吧。不要怕，有我在。欣雅，这位就是我跟你提到的本地著名设计师陈丽琴小姐。你好，你好。看了新闻，你刚得了奖，恭喜你啊！谢谢。她在获奖感言中提到她的男朋友，这个幸运的男人就是俊峰。其实我今天特地叫你们来，是因为我想要在植物墙上注入新元素。之前我跟你们说的是要绿油油的植物墙，但后来想了想，觉得太一般，所以我现在想要的是能够悬挂在墙上的艺术品。你希望我们怎么呈现？一片火红，像花海一样的感觉。你们一定要做到视觉上的震撼和惊喜。好，我们试试看。还有，我不希望是单一的红色，一定要有不同层次。而且无论是室内或户外的植物墙，都必须做得一模一样。这个就有点困难，因为不是所有植物都适合垂直种在墙上，而且你们的责任不就是应该达到我的要求吗？我觉得原本的设计也不错，绿色也很美啊。不错是不够的，我要的是完美。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达到我的要求的。高林 ，Do you miss me？ 你说呢？你呀，知道我今天下飞机，怎么一通电话都不打给我啊？惩罚你啊！你是个工作狂，一下飞机就去忙工作。我在家等了你老半天了。我刚才在飞机上的时候，突然间想到要怎么样让我的 project 更完美，那当然是第一时间去处理啦。怎么啦？你生气啦？谁不知道你是完美主义啊？大设计师啊，你的记忆力这么好，那你还记不记得明天是什么大日子啊？明天是什么大日子啊？忘了也好，礼物可以省下，晚餐也可以省下。我跟你开玩笑的啦，我们的帕托纪念日我怎么可以忘记啊？我们明天要去哪里啊？老地方，7点。嗯。哇，偏高了啊！是不是忘记吃药？哎呀，我现在这种情况啊，说真的，吃太多药也是不太好。我看我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。不要说这种话了。我早就看开了，老天对我算是不薄，让子杰惠善回到我的身边。现在我最期待的是，如果我的大儿子俊峰也回来的话，那我就真的没有遗憾了。你的儿子为什么不在你身边呢？俊峰在10岁的时候啊，我的太太把他带走了，从此音讯全无。我办这个绝世好工啊，也是希望能够找到他们，但是也没有他们的下落。那你之前没有试着找过他们呢？找过，我一直都在找，找了20多年了，石沉大海，连一点线索都没有。不过说起来很好笑，我当初看到俊峰的时候，我很有亲切感。有可能他也叫俊峰吧。不过，他的风是风雨交加的风，而我儿子的风是枫树的枫。可能我太想念我的儿子吧，所以一听到俊峰这2个字啊，就有点亲切感。哎，不提了。哎，说说你的妹妹，你妹妹怎么样了？哦，她的手是蛮成功的，现在在疗养院休养。那太好了。哎，看什么时候方便？我陪你一起去看他。其实我等一下要去看他。哎，那好啊，等一下就去啊。好啊。
谢谢你来看我妹妹啊。谢谢你让我有机会来参观一下这个疗养院。Vincent，张庆东出现在疗养院，或许他已经查到什么了。当初是用你爸的名义，帮我外婆登记住进疗养院，我担心他很快就会查到你爸那边。你教你爸怎么做，绝不能让他找到我。欣雅，你来啦，Miss Tan，我有些文件在办公室需要你签一下，你方便来吗？哦，没事，你先忙吧，我到处逛逛。好，很快的 ，OK。妈，张庆东，对，我是庆东啊。这些年你们跑去哪里了？我找的你们找得好苦吗？走开！妈，你告诉我，紫云和俊峰他们在哪里啊？死了，他们都死了。死了？他们怎么会？妈，他们怎么会死的？一个没有良心的东西，是你害死他们。妈，你告诉我他们怎么死的？妈，你说清楚一点，他怎么死的？要不是你，紫云就不会死得那么惨。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东西！我要打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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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跟我说紫云他们在哪里？先生，请你先走开吧，病人情绪很激动了。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你害死了紫云和俊峰，我不放过你，我要打死你啊！你不要跑，你不要跑，我要打死你！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你对不起紫云，是你害死我的女儿紫云，冷静点，我要打死你，我要打死你！冷静点，没事了，他走了。你怎么了？阿婆，阿婆。阿婆，外婆，阿婆，外婆，带着外婆，我去叫救护车。外婆，外婆，外婆，你醒醒，外婆，你没事吧？外婆，外婆，老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全身都湿了？我刚才看到紫云的母亲，她住在这个疗养院，那不就是可以知道太太和俊峰的下落吗？但是我怀疑她可能得了失智症，你明天帮我调查一下，是谁把她送进来，还有。平时有谁会来看他？好，知道了，老板。老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经过检验，证实病人属于出血性脑中风。由于这不是他第一次中风，因此情况更为严重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俊峰，那个混蛋来找我，我狠狠地打他一顿，他害死你妈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他。外婆，你放心，他欠我们的，我一定要他双倍奉还。以后就只剩下你一个人，你要好好
照顾自己。外婆，我需要你的照顾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外婆，外婆，外婆，外婆。对不起，病人走了。外婆。你不能丢下我一个。打铃，你在哪里？喝点东西吧。不要这样嘛！你不要管我啊！你是不会明白的。我当然明白。我妈死的时候，我也像你这么难过的。但是我知道你外婆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。你跟我不一样啊！我外婆是活生生被那个男人给气死的。我外婆是被他害死的。心瑶，答应我，你一定要跟我合作。我答应过我外婆，要替她报仇的。我不会让张庆东有好日子过的。你是老板的大儿子，张俊峰，对吗？雨阵阵肆意的泼洒，何时能到达？可是路最终停在哪？时间已揭发。你想分手吗？由我来好吗？坏人是我，快把眼泪擦。沉默最可怕，是你不想正面的回答。却最诚实的回答，假装不了你不爱他，假装不了我割的下，但其中一个被祝福也算幸福吧。假装不了你不爱他，你要是能快乐的话。
想办法。你的笑。